出来吧，都跟了一路了，我特意挑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。都自保一下家门吧，好让我知道我打的是谁。枭首九成，凤凰，来仪，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少跟我废话，兄弟们，上！曾经的我，总觉得离那2字相距甚远。可上一次离开天启时，我持久登陆。这次回到天启，我刀剑双绝。我还记得我年少时的志向，也一直期待说出这个名号。诸位好，我是九仙，百里东君。今日一战，九仙2字即将名扬天下。公子住手！我与凤凰相依为命20多年，公子，只要你愿意放凤凰一马，我们4人愿做公子的奴仆。我不需要什么奴仆。既然你们都这么不愿意死，为何还要夺取别人的性命？每个人都有想守护的人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放屁！我所认识的江湖人都只随本心做事，所谓的身不由己，不过是为了获取利益的借口罢了。江湖偌大，哪里没有容身之处？百里公子，您这是……他们一心想杀我，不会顾及到你们。趁此机会，赶紧逃吧。公子大恩，没齿难忘。江湖偌大，此处若不由己，便另寻一处。枭首，记下了。第一次用高手的语气说话，确实有些紧张啊。我们走。留下。你们就是亲王找来的什么江湖杀手榜的杀手，竟是这般无能。本以为今日只需旁观一下，却没想到真要出剑了。不是说放过我吗？这位公公身穿一身官服就来杀人，未免太嚣张了吧？那又如何？反正见到我的人都活不过今天。百里东君，你的剑法确实比我想象中要高。我真的很讨厌杀人，但今天我却很想让你死。狂妄！大内之中，我的剑可排前10。燕雀，你说什么？前10又如何？更何况还是区区大内。天启城有多大，北离有多大，全天下又有多大？面对真正的天下高手，还不是被单手锤杀？我只看这天下，所以我说你燕雀。那你如今能在这天下排第几？前100。你耍我？很快，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我九仙百里东君的名号。那也得看看你有没有以后。
好剑法，太监，你这一手剑法，当真令我刮目相看。你父亲百里成风，号称杀人不过10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还知道我父亲？快剑成风，夺命10剑，他的剑只在一个快字。若10剑之后，他还未胜，那么他的对手也就不会再惧怕他了，因为此时对手已经完全看穿了他的剑法，所谓瞬剑杀人也就不存在了。你用瞬杀剑法与我对招，可有算过方才我们一共对了几剑？不多不少，11剑。公公是说我已经输了？那就很抱歉了，我不会让你出到第13剑。我私自练了一门功法，连我师傅都不知道。你很荣幸，此前将能见识他的厉害。天下第一李先生所传，双手刀剑术。袖剑19式，虎虎断山刀。就算把这2件废物功法结合在一起，又能怎样？就你，还想杀我？凭着袖剑19式吗？下雨了，认命了吗？你错了，这不是袖剑19式。左手刀，刀名尽铅华，刀谱黄粱醉梦；右手剑，剑名不染尘。剑谱，西楚剑歌。你看，连老天都要帮我，所以你现在明白，为何我看的是天下了吗？我可是9仙，百里东君。小公子年少有为，武功高深，在下佩服。但今日就到这儿了吗？姐姐，想走？问我吗？锦仙仍有余力，拼死一搏尚可未知。小公子再强，恐怕也没有把握敌过我们2人联手吧。与其鱼死网破，不如
各退一步。下次见面，可还是拔刀相见？但愿不是。有负师父所托，我败了。锦轩愿意受罚，请师父降罪。锦仙也愿意受罚。不用了。百里东军，死人以后不用管了。陛下那边我自会去解释。回去疗伤吧。这一次，是我算错了，你们不必自责。侯宇，千里迢迢帮他这一趟，不见见。不了，我现在是朝廷新犯，郑西侯的事刚刚平息，还是不要给他多生事端了。待时机成熟，我们定会再见的。枪法不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司空长风。你想胜过我，然后名扬天下？有这个想法。可我还不想让路。只要打败了枪王，就可以成为下一任枪王。枪王有很多个。可是你，是可以成为枪仙的。司空长风，先生让我来寻你，问你一句话：可否愿意随我去一趟天启？真正的去一趟天启。师傅，既然我回来了。镇西侯的事儿，就交给我吧。我也知道最近你在筹备天启内卫司，需要4个高手。我刚收了个弟子，说不定能帮到你。师傅，您的关门弟子不是东君吗？不是，是个小枪仙。东君7斩星夜久助你破境之时，你见过。徒儿呀。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能帮到你了。你去找到他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
下边去吧。文君，文君，我回来了。云哥，云哥，吃饭了。哎，好香啊！此次天启之行可还顺利？顺利，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次去见到东君了吗？说来我也有10多年未曾见过他了。我是朝廷钦犯，现在情势敏感，怕连累他，就不见他了。等他事了，我给他写信，要他过来。嗯，好。来尝尝这个，真好吃。多吃点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会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这位天山派的王兄弟，你来找忘忧老人何事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呢修炼到了瓶颈，一时不能突破。听说忘忧老人修6法密通，境界高深，所以我想请他来替我指点迷津。就你方才吼那2嗓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挑事的。哦，误会，我绝对没有不敬之意啊！不是，不会是因为这个，所以忘忧老人他不愿意出来见我吧？忘忧老人没有不理你，他因是去外地与其他隐士郊游了，如今可能不在山上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他去的也不远，通常过几日就回来了。王兄如不嫌弃，进来吃杯酒，歇歇脚。哎，不嫌弃，还望兄台你别嫌弃我才好呢。不知兄台怎么称呼啊？叶鼎之。天山派王仁孙，请。太和18年，北离国泰安帝病重，夺嫡之战愈烈，无数朝廷重臣因党争被敌对势力杀手暗杀，一时间天启城血光笼罩，人人自危，史称6王夺权。为了抵御这群不明杀手的入侵，琅琊王萧若风、卓心剑传人李新月、无极棍姬若风、唐门唐连月、雪月城司空长风创立天启内卫司。在他们的合力下，天启城在历经短暂恐怖后重归安宁。这4人从此被称为天启4守护。然混乱稍平，泰安帝却突然病危，6位皇子以亲王为首结盟发起兵变，一路杀至平清殿，逼泰安帝传位。萧若风率天启4守护及虎贲军将平定叛乱，生擒亲王。
禀琅琊王，如何？叛军余孽皆已捉拿收押，留待大理寺审理。参与叛乱的皇子，有些业已伏诛，而活下来的，都已经看管起来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成王败寇，本该如此。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带下去。是。燕神，保护王爷！来吧，天下，来世再见。后僧吧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传位，三皇子萧若锦。为何主子不自己做皇帝呢？因为他从来都不想做皇帝，想做皇帝的也从来都不是他。王爷，既能冲天，何不为龙？你知道，我们都会帮你。萧英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年幼的时候，我的母妃不受宠，我们母子三人过得不太好。我记得有一年冬天，下了很大的雪，现在想想，都觉得真冷啊。我那时候年纪小，身体又不好，挨不过那么冷的冬天了，眼看着就要不行了。我母妃的陪嫁丫鬟用命请来了太医，太医来了看我这样，就知道我家不受宠，就不想治了。那时候我记得，我哥哥就那样跪在雪里，给那个太医磕头，求他救我。来了。
这场赌局的结果，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意思。没想到我们两个，谁都没有赢。怎么会如此？入了魔道，却仍有一颗人心，这颗比那所谓的虚念宫第9重厉害一些吧？你就是叶鼎之？是我。我打不过你，或者说至少我杀不了你。我也不想与你打。我特别好奇，这冰原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岳风城死了吗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我吸干了他的内力。我本想杀了他，但百里东君求我，我就放了他。可他的经脉承受不住啊。现在应该已经死透了吧？怎么会如此？怎么会如此？可你却没这么幸运了，你一定要死在我的手上。没想到我苦心谋划这么多年，最后还是功亏一篑。你的苦心谋划，却又与我何干？我此刻本应在姑苏城外的草庐中，那里四季温暖，草木成荫，而不是在这寒风冻骨的冰原中。就算永生坠入寒冰地狱，也挽回不了你的罪孽。你现在很危险。我知道。但你与其关心我，不如关心下那个家伙。他也被我吸干了内力。如果你不传真气给他，他也会死的。他千里奔袭至此，只为救你。可如今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，你却不管。我的真气只会加快他的死亡。我知道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，可是我还是想和你说一句：与我们一起走吧。你的魔心，我可以帮你渡。不必了，终归是两条路了。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下次我们再见面，可就避免不了打这一架了。那就不要再见。可他呢？他是你最好的朋友。
做他的朋友。师父啊，师父，你说的对，这世间还是失意人最多呀。宏观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？有个人忽然杀了进来，他的武功实在太高了，谁都挡不住他呀！可是一个中年书生和一个白衣少年。是我。叶挺之。你这一生还剩下最后一句话可以说，我希望你珍惜这句话。一切都是我和吴相使的谋划，不要杀月清。我叫叶鼎之，从这一刻起，我就是你们的新宗主。不服者杀！唉，唐连月走了，司空长风也走了，姬若风的态度一直暧昧不明。你当初辛苦成立了天启寺守护，如今也只剩下一个星月，你就不觉得可惜吗？那不是还有师兄你呢吗？见星有月，睡梦杀人，有你们夫妻二人啊，就足够了。我就是怕呀，内忧刚息，外患又起。我觉得，易文君这事儿，有北阙的手笔。你说的没错，忘忧老人给我传了封信，说姑苏城外的那间草庐里，叶鼎之和孩子也不见了。如今易文君出现在了天启城，那叶鼎之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会？我是在想，北阙想从这整个事件中得到什么？叶鼎之，我倒不怕他现在来闯天启，我怕就怕他不是现在来。我也收到了消息，东君离开雪月城了。多事之秋啊，希望我的预感不是正确的。那你还放司空长风走？他我是留不住的，他总会走的。天启城太小了，只有江湖能容得下他这般席卷天地的长风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留有后手。我与他们做了一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我与他们约定，只要他们手握令牌，当以后若有人需要他们守护的时候，他们便会出现。如果他们死了，就算我死了，我的后代也不能丢弃这块朱雀令。哼，萧若风还真是看得起我。像我这样子的人，怎么会成亲，又怎么会有后代呢？走了，浪迹天涯，撤！
叶鼎之入魔一事，对他打击挺大的。他心底里最不能接受的，不是叶鼎之对他做的事情，而是从今往后，他彻底失去了他的云歌。比起这个，我更担心的是东军的内力。小师弟全身真气被瞬间掏空，想必内海一定受了极为严重的损伤，必须得有一个高手帮他重塑内海。内海之伤不及时医治，恐怕之后他都再难习武吧。师伯这般厉害，可有什么办法？我没有办法，我能想到的高手就只有师傅一人。可如今师傅他行踪不定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海外仙山，海外仙山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哎，这么说来，你们之前也曾到过那儿？我和东君在雪月城时，曾四处游历，有幸到过仙山，和莫一先生有过一面之缘。莫一先生，莫一先生他一定有那个能力。如此甚好啊。只不过这海外仙山，我恐怕就不能陪你们一起去了。为何？这海外仙山啊，只见想见之人。我在多年前曾做过一件错事儿，以至于我一旦靠近这仙山，整条船都会被海浪掀翻。师伯做了什么？在多年前，我提着一把剑，砸了整座山，伤了很多人，还拆了几间道观，最后一怒之下，把整座山都给烧了。莫一和他的师傅就住在那座山。嗨，往事休提嘛，都过去了，咱们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样劝东军动身吧。是叶鼎之，不是叶云。如果要做叶云，需要一直辛苦，那这种辛苦，我看遍了，也过够了。你就自己留在原地吧。东君，东君，小师弟，不好。多谢师兄。你内海受损，这时候切莫自行调息，这没用的。是不是若是我内功尚有一点留存，我都可以自欺欺人地说，云哥对我留了手？叶鼎之他的确对你留了手，但总之你现在的状况非常不好。方才我同月瑶想了个办法，由他陪同你去寻海外仙山，求莫一助你重塑内海，这样可好？这第二单的客人，只要他下定决心，那这第一单的雇主就是必死的结局。李长生，李长生为什么回来？他就算回来，为什么要和百里洛尘一起？为什么都要和本王作对呀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殿下，冷静。冷静？你让本王怎么冷静？
殿下，我倒是有个想法。有屁快放！李长生，陛下不是也很忌惮他吗？这次他和百里洛尘一起出现，岂不刚好给我们机会一网打尽？你很聪明，都是帮殿下分忧罢了。分你个头啊！殿下，那李长生是什么人？你说一网打尽，大内所有高手加上国师一起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你让本王去杀了他，用你的头还是本王的头啊！滚！是。这将死之人的钱，大家长觉得我们不如就顺便赚了吧。唉。李长生，他不是说再也不回天启城了吗？我不相信真的是他。查。是。东娟啊，我向回宫复命，你先入住行馆，我去避嫌，近几日暂不能来寻你。好。跳。这个张御史啊，你说你在这儿来来回回，把胡某都绕晕了，你干着急有什么用啊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罢。哎，你呀你，都这种情况了，你还喝得下去？张御史，你这话说的，这可是碉楼小筑啊！你来都来了，不品一品这美酒，那岂不可惜？来一杯。陛下，让御史台派个人去审镇西侯，要不你去？哎呀，哎呀，不行，这喝酒可以，审问的事儿干不了啊！要你何用啊？我以为啊，你早就习惯了我胡某在御史台吃白饭了。哎呀，张御史啊，我这个酒已经喝到位了，您就兀自在这儿瞅着。这我先走一步啊，告辞。哎呀，这好酒。还好今天喝的少，不然留神酒味给娘子闻到，那就大事不妙了。我前脚刚从碉楼小筑出来，这后脚又踏入了这百花楼。哼，今日可谓是酒色双全呐，只可惜多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回使，
我见过你。哦，在通缉令上。胡御史真会开玩笑啊！你当真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认不认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剑比较快。哎，是玩笑，是玩笑。叶大将军曾与家父有旧交，我怎么能干出缉拿他儿子的事儿呢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大兄弟，有何事召唤啊？鼎之久闻胡御史之名，此次前来，想请胡御史帮我一个忙。哎呀，这个忙啊，我怕是帮不上喽。都不听听是什么忙？镇西侯现在可是块烫手的山芋啊！我胡某人还想在御史台多吃几年白饭呢。胡御史真是这样的人？啊？怎么不是？我是啊。我有一个好兄弟，叫百里东君，他是镇西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我知道。胡御史知他姓名，想必不是因为他是百里洛尘的孙子，而是因为几年前他在碉楼小筑，以7盏星夜酒大胜秋露白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直接说。这次他也来了，胡御史不想找他讨几杯酒喝吗？哎呀，这人呢，明明想帮忙，却非要找个显得不那么正经的理由。侯爷，有人求见。请进。哎，见过侯爷。你的官服是偷来的吧？啊？东君不得无礼，这位是御史胡步飞，他家3代为官，乃国家栋梁。哎呀，侯爷啊，你看这句话就有些讽刺了啊！原来是御史大人啊，怎么来我们的地儿审我们？哎，哎呀，不敢不敢，我只是听说当日在碉楼小筑以7盏星夜酒大胜秋露白的那个天才酿酒师在此，所以我特地来此讨杯酒喝。我找2杯酒，1杯敬酒，1杯罚酒，请问你想喝哪一杯啊？侯爷，这小公子跟江湖上传说的很不一样啊！今日一见，一身的锋锐，倒是跟侯爷有几分相像啊。他呀，本来就是我孙子，难道不该像我吗？请坐。哎呀，这可是上好的碧螺春，你就用这茶香盖盖你身上的酒气吧，要不然你回家不好交代。你家里那个可凶得很呢。侯爷，您还记得他呢？哎呀，也好，既然侯爷愿意同我喝茶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爷爷，您和这位御史大人曾经见过？怎么感觉很熟人的样子？他的父亲是龙云阁的首席大学士胡成，之前呢，跟你爷爷是同窗。你小的时候，这胡大学士还曾经抱过你。大学士，怎么感觉没有半点遗传呢？御史台的正事，你还不说一下吗？
是什么正事啊？御史台有做过正事吗？你呀，御史台那帮废物不敢来见我，怕我这个烫手山芋，把你派来。但你这个混不吝的，是一个承蒙父荫的败家子，来我这里打听，无论是好的坏的，你必然是没有东西可以问得到。侯爷，通通。不过，御史台的算盘他们打错了，你不问，我却要讲。我不听啊！我不听！你是要让我把你的耳朵拧开吗？侯爷，您说，我记着。阎王比催人命。侯爷，我希望您说的话可以不要太多。我这老人家说话就话长，要不东君，你来替我说。镇西侯府有杀人刀10万，镇守国之西门，勿有乱国之心。此番入天启，由世子百里成风率领破风军。世子上午性格冲动，不过事前已告知世子，无论此番生死何回，镇西军断不可轻举妄动。镇西侯府坚信七御史监察百官，明察秋毫，定能还镇西侯以清白。如若必要，镇西侯愿与诬告者当庭对质。万望御史将镇西侯所愿上达陛下，吾镇西侯府万谢。这些话多吗？不多，公子啊，你这一字千金呐！你要是再多说几句，我这个手抖的就写不下去了。你要走便走，本侯爷不打算留你了。东君，送客。小公子，你方才那番话，通篇就一个意思，我没有乱国之心。倘若你要杀我，我10万破风军，直指天启，说打就能打。哼，佩服啊！我朋友说这7盏星夜酒，大胜秋露白，不错，想喝。若是你后面证实我爷爷无罪，别说7盏，送你7坛又何妨？小公子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这酒我喝定了。哦，七御史已有判决了。无证之罪，七御史有什么资格判？小公子，你放心吧，侯爷定能安然无恙。只不过什么？公子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自然，此行我是为了保护我爷爷而来，定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我的意思是，小公子要注意自己身上的危险。我身上的危险？好了，公子，再过2条街便是御史台，胡某自己回去便是。夜路难走，御史也请多加小心。告辞。果真是一把好剑，它叫什么名字？人间道理万卷书，我的剑叫万卷书。哈哈，有此好剑开路，必当得胜而归。我也去。不行，你去了，无人替谢玄护阵。他的剑，正好又在为我开路。此时敌人来了，他可就得死在这儿了。你就待在这儿，待我破了阵，你便一直往东去阻拦你那好兄弟。可你一个人？放心吧，在遇见你之前，我一直都是孤身作战。走了。不必担心，北离星界，南蛮用刀，
世间用枪者寥寥，以至于世人忘了，枪才是百兵之王。世间鬼魅最怕的，便是这枪。来了这么多天，我觉得这里异常阴冷，原来是因为这些冰幕啊。一想到日日睡在这冰幕之侧，还真是有些不敬啊。在下司空长风，是世间一名浪客。 飘荡到此，见到各位英雄，没有带香，便以此根长枪作为一炷香，遥敬各位英灵。哎呀，完了！刚刚忘记问的死书上找到针眼之后该怎么办了？这么多分，难不成一个个得给他挖出来？啊？孤魂草。 我怎么看到针眼时闪了一下？有人接近针眼了，长老。无妨，接近了又如何？他破不了阵的。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啊！听药王说过，这孤魂草多长在山野坟地之间，最喜欢土壤肥沃的地方，聚气之处应是最茂盛的。 我有一套枪法，名为惊龙变，是我师父李长生所教。今日我不用，我还有一套枪法，枪起翻云，枪落覆雨。今日我也不用。我有一个女儿，她的名字很好听，叫做司空千落。我很想她，所以我创了一套新的枪法，名为千落。 诸位将士，可看好了！长老，到底是谁的枪剑，竟能如此延绵浩瀚？司空长风，第1000枪，便送诸位将士魂归故里。
挣破了，杀！狼狈了，狼狈了！待会儿见到百里东军还有谢轩，一定要说自己只用了1枪，可不敢说用了1000枪啊！司空长风，还活着呢，任务完成了。走了。哎呦！多谢，别让我失望啊！定不负君之所望。玉珍，我驴呢？在这呢，师兄，等一下。快点啊！待会儿我可就下不了山了。让你给我装行囊，你就给我随便打包一下就好了嘛。来，师兄，让我看看你给师兄我带了什么。都是我亲手种的桃。我又不是你，那么爱吃桃。况且这桃，真是给我吃的吗？说什么呢？你不要拿，没道理给人的东西要拿回去啊。好了，兄长我走了。哎，师兄。别想了，你不能去，好好在山上待着。哎呀，想去的不能去，不想去的非摁着脑袋逼着去，真烦人呐！人家老婆没了，讲回来天经地义，我们干嘛非得掺上这一脚呢？要我说，就赖我们师门规定不能娶妻，圈一帮牛鼻子，不解风情，还坏人姻缘，作孽啊，作孽！玉珍，你可不能学他们，以后要是有了心上人，提刀提剑要把他娶回来，啊！哦，你不能下山，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师兄，你还走不走了？走，这走了，走喽！师兄保重啊，早日回来。以此山为界，魔教之人休想跨山一步。你说不过便不过，我看还是我们说了算。想不到域外之地，竟然还有这么多高手。关键是他们人还多，来了一批又一批。不是他们人多，是你们心太软了，总是伤而不杀。他们回去养一天伤之后，第2天再来攻打你们的山门，当然是来了一批又一批喽。是。是你们，暗河？没错，不知道各位正派的朋友是否欢迎呢？他们都要死完了，还不欢迎我们呢？不过小昌河说的对，你们这些所谓名门正派，就是矫情。他们都要杀你们了，你们肯定是要杀回去了，不然他们会觉得你们就是傻。你们暗河至此，该不会只是来嘲笑我们的吧？当然不是了。虽然我们暗河之前杀人只看重钱，但这一次是我们暗河第一次做不要钱的事。因为我们大家长说了，魔教入侵北离，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情。
会影响我们本来就不太好的生意，所以喊我们过来帮助你。你们玩什么花招？我们暗河虽然是杀手组织，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是有国家大义。暗河，送葬师苏昌河。暗河，斗笠鬼苏哲。是不是还少一个同伴？我记得那个人跟你苏昌河形影不离。你说他啊，做魁了，当然不跟我在一块儿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也来，还是主力。暗河，魁。看你们这架势，不会帮完忙把我们也杀了吧？放宽心，不给钱，不杀自己人。景轩，今日的军报都送来了吗？回陛下，刚刚送到。念吧。是。男爵大军此前所占之城，尽皆被琅琊军收回。虽然男爵兵马仍未退去，但已难成大事。胜。男爵此次本就是虚张声势。况且有若风亲自带军击退男爵，本就是不难之事。西面，西域乱民已被镇压，只是偶有流寇作乱，已不成大器，也是胜。派破风军去镇压这些流寇，委实有些浪费了。至于北面，这封你就长话短说吧。是，陛下。北蛮军是极其可怕的军队，虽然人数不如男爵，但却远胜男爵大军10倍有余，是真正的虎狼之势。但幸得琅琊军全军神勇，又得贵人相助，请陛下放心。贵人？军报上说。贵人名叫君玉，是学堂弟子，拜师李先生门下。李先生，哼，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即便消失了这么久，余威犹在啊。那西北呢？那个地方呢？西北面也传来了信。这西北虽然派的是武林人士镇压，不过这无双城乃是开国皇帝御赐的武城，本就有护国之职。这军书怎会这般随意？回陛下，不是无双城发来的，是雪月城的司空长风。原来是朱雀使啊！这就不奇怪了。上面写什么了？上面说，魔教大军已被拦住，只有一人突围，正往天启城而来，让我们坚守皇城，保护陛下。哼，区区一人，就敢来这皇城里刺杀姑吗？哼，笑话。这个人叫叶鼎之。公子，来一份吗？哎，
您看看。哎，听说了吗？镇西侯谋逆了。不可能吧？早不谋，晚不谋，现在这光景，谋的什么逆啊？也是。多谢易姑娘。忘忧前辈。前辈，您来此处，可是有事？啊，无甚大事。易姑娘也来了好些日子，老朽正好今日下山，来看看二位是否安好。劳您挂心了。既然二位安好，那老朽就先行离去了。前辈且等。怎么了，云哥？实不相瞒，我方才听到有人议论说，镇西侯谋逆了。陛下也派了使者去黔东城拿他。前辈，可有此事？哎，不错。事件消息听得潦草，前辈能否详细说说？我也不知详细，只能加以推测。镇西侯远驻国之西门已久，树大根深，又离天启城甚远，帝王想管却鞭长莫及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帝王心头的一根刺。这次易姑娘逃离天启城一事，虽然王府已严密封锁了消息，市井难以得到风声，可在天子脚下，那些严密监视着景裕王、琅琊王一举一动的人，只要想办法，一定能够知道。这就给了有心人一个契机，在帝王耳边颠倒黑白，说此事有镇西侯的手笔。亲王，是我连累了他们。易姑娘，切莫过于责怪自己。即便没有姑娘这事，旁人还会找到别的契机参倒镇西侯。况且，我也只是推测，做不得准的。前辈说的是，文君，莫要自责。哦，那老朽就先行离去了。多谢前辈。多谢前辈。我猜你已经做了决定了。是。其实，在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便已经做好决定了。天启城都是想杀你的人。天启城也有很多我想杀的人。你千万别冲动。放心，我此行去天启，只为帮助镇西侯府渡过难关。至于亲王那边，只要镇西侯没事，他便算是彻底废了。好。文君，我此行去天启，你有什么想让我替你做的吗？文君，你怎么了？
没事。那个，云哥，若是回去能见到，帮我向师兄带个平安。好。侯爷，圣旨到了。大胆！看见圣旨为何不跪？你先回天启，问一下，下圣旨的那位，我为何不跪？还不退下！珍惜侯爷战功赫赫，10年前就获了隆恩。 可带刀入宫，面圣不跪。你小小年纪，知道些什么？侯爷不跪，侯爷的儿子也能不跪吗？住嘴！原来是程公公，我俩好久不见了。多年前有幸与侯爷有几面之缘，没想到侯爷竟还记得老奴，老奴荣幸啊。我们黔东城地处偏远，远离天启。 记忆中，已经好久没有接圣旨了。陈公公，你拿着圣旨也挺沉的，你就宣吧。是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御史台尚书弹劾镇西侯百里洛尘，勾结叛党，试图谋反，大逆不道，孤念镇西侯昔日平叛有功，暂不收监。即日起随天启钦差入京受审，钦此。好啊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这样，抬头，这是哪支军队啊？敢在黔东城纵马？神鸟骑，这样，金吾卫，玉。 侯爷，坚持吧。父亲，接吗？陈公公，何谓接吗？不接是不是就要起兵谋反了？那我们还能活着离开吗？程峰，接旨。 这镇西侯府派头也太大了，我们可是天启来使，竟敢让我们等了这么久。
就算撇开天启来使这个名头，光凭王爷您的身份，他百里洛尘也该出城相迎。敬上。堂堂一个侯爷，怎么穿个大红色？是赶着去当新嫁娘吗？镇西侯当年有许多绰号，最出名的莫过于杀神和血衣侯。当他穿出这一件血衣的时候，代表他今日不想主动杀人，当然，也不介意清理杂碎。聪明的人，这个时候是不会招惹的。我们可是天启来使，他难道还敢杀我们？素闻金无畏，都是废物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废物。侯爷，琅琊王殿下，进去说吧。殿下，本侯还记得1年多前，在天启，犬子与殿下你相谈甚欢，没想到1年之后，却变成如此关系。朝堂之上，风云莫测。上次在这里，王爷带走了我的儿子，这次又要带走我的父亲。上一次带走了你们的儿子，我已经平安送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我也一定尽力做到。只要侯爷真的没做过，要是本侯真的做过，王爷如今已经是个死人了。侯爷，准备什么时候启程？就明日。多谢侯爷。云哥，此去凶险。你放心，安心在家待着。有什么事儿呢，就去找万有老人相助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去教会。小心。等我回来。想必我们的琅琊王殿下，此时应该已经接到镇西侯了。哼哼，很好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让那镇西侯那老东西，还有那可恶的百里东军，有来无回。先生许久不见，这是又回天启了。陛下请。
你以前不是最讨厌喝茶吗？说人生美酒不行。好了，年轻的时候的确喜欢喝酒，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浓烈直接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喜欢喝茶。茶虽然不烈，但是醇厚有回味。我们呐，都老了。此番务必小心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城不会破。你二人速速回去，温壶好酒，以酒待我，等我凯旋。撤！大将军夜雨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岂有通敌叛国之嫌？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夜雨带走面圣，亲子。是不是世上所有的兄弟一定会走到这一步呢？洛尘，我老了，现在是连喝茶也会醉。这趟你让我来天启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他来铺路。看来你真的很看重这个儿子。我说的当然是琅琊王萧若风。你觉得如何？心思缜密，武功高强，为人很好。要是真的放在战乱的时期啊，他绝对是那种振臂一呼就会有千军万马以死相随的那种。孤10几个儿子，可在孤看来，就算把他们都加起来，也比不过一个他。李先生也很看重他呀。可惜呀，他有一个缺点，太善良了。善良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好的美德，但对于一个皇子，这个词太多余了。之前啊，程峰代表镇西侯府和锦玉王还有琅琊王相好，但毕竟不是我来，你呀，就放不下这个心，就让我来天启走一趟，同时也让琅琊王一路相陪，因为你知道，只要是他，绝对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以死护我，毫无保留。然后，只要知道我真的没有谋乱之心，就会一直保护琅琊王。你懂孤，也希望你能帮孤。我真的老了，现在镇西侯府的事情啊，都是程峰来处理。你不会老的，你曾经说过，就算哪一天你死了，手里也要握着刀。放心，过去的事情不会重现。你不仅能安然无恙地回到镇西侯府，还会被加封。孤封你为鹦鹉侯，镇守2方国门，世袭罔替。
许久未见，先生还是这么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没了先生的天启城，却显得有些寂寞了。哼，是吧？比如呢？比如这一城，就无人可挡了。哼，雕虫小技。有我这个关门弟子在，哪还轮得到我师父动手啊？这位公公，若是手痒痒，不如我来向你讨教讨教。走了，恭送陛下。如何？回陛下，李长生离开了天启城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方才奴才在试探的过程当中，细细地观察了此人，无论是从声音、形态，甚至连说话的语气，确实跟李长生很像。只可惜，太像了，像得太过刻意了。奴才敢确定，此人不是真正的李长生。他那张脸只是人皮面具，再加上百里东军的那一手回护，虽然嘴上他说的在情在理，但是他那番说辞在奴才面前还是嫩了点儿。那就好。如果李长生真的回来了，事情就麻烦了。百里洛尘的胆子比当年真是小了太多，竟然用假的李长生来恐吓蛊。那百里洛尘的那孙子呢？你方才似乎在试探他的武功，如何？此子无畏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才。倒不愧为李长生的关门弟子。古书中说，君子之泽30而产。这百里家倒是一门三代，一个比一个人才。只是朝中世家兴亡3代太久了。如何？御史台那边怎么说？那边只传了4个字出来。你为什么关字呀？快说是。是，属下是言。御史台里说，此事难成。难成？难不成？难不成父皇不想杀百里洛尘了？不可能！当日本王去宫里求见父皇，跟他说百里洛尘谋逆的时候，他很支持本王的。怎么可能说变卦就变卦了？不可能啊！为何难成？那人不愿意说呀。不愿意说。我们亲王府现在还没有垮呢，他就这么急着跟我们撇清关系。那他当初拿银子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说不愿意啊？
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殿下，英大人，有客来。什么客都不见，滚！是。王爷火气这么大呀？朝中之事，风云变化，起起落落，不争一时得失，才能立于长久不败之地。你终于来了。奴才见过殿下。终于等到你了。也是大姐觉得时机等到了，所以就让奴才来了。终于想回学堂看一看了。陈先生，不错，相隔2年，与当初已有云泥之别。先生只看一眼便能辨别云泥。人身上都有一股气，清透旺气之人看他人，无需看人，看气便好。这次你来天启城，是因为有人状告御史台镇西侯府谋逆一事吧？是啊，不过看似是这么一回事儿，实际上是泰安帝想传位给小师兄。看来你已经想到了。若泰安帝真想治我爷爷的罪，也可以理解成他狠心想收回兵权，可他偏偏并没有想治我爷爷的罪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告状的那位王爷会成为镇西侯府的眼中钉，而相反，护送我爷爷来的小师兄必定会成为镇西侯府青睐的对象。若是小师兄获得了镇西侯府的支持，便可以胜过天下间任何一位王后。皇帝是在给自己的儿子铺路啊！哦，什么路啊？一条阳关道，一条杀头路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皇帝真的支持党政，如此利用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皇帝当年不也是这般获得皇位的吗？或许在百姓眼里，他确实是一位好君主，不然我的爷爷叶将军也不会为了他开疆拓土，抛洒热血。但人一旦到了那个最高的位置，就会变得身不由己。看似是人在掌控朝局，实则是在被朝局掌控。我爹曾告诉我，朝局无情，但我们却要有情。与其做那个冰冷权力的奴隶，不如做个像我们这样有血有肉的江湖人，活得潇洒自在。你能有如此见解，我很欣慰。不过这学堂还是有些冷清啊，师兄们都不在了。这天启城的风向变了，留在这里，衣服总会脏的。雷师兄呢？他应该还在吧？雷梦莎确实没有走，但他被派去寻找景玉王妃易文君的下落了。易文君？他离开天启城了？他怎么走的？被劫走的。来的人武功高强，动作也很迅速，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人就已经离开天启城了。难道是云哥？来的人武功强劲，影宗宗主亲自出手都没能留下他。我猜应该不是他，但也必定与他有关。甚至易文君最后的下落，都必定是叶鼎之所在之地。此事，你怎么想？我总是觉得有些不安。自从1年多前，在天启城与云哥一别之后，便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
方便吗？随意。老板，来份和他一样的。好嘞。好剑。风雪剑，沈静舟。无名剑客叶鼎之。我听说过你，你是剑仙羽生魔的徒弟。当年羽剑仙带你闯男爵，一剑连挑数十高手，好不威风，听得我很是向往。我也听说过你，仙人天上来，一剑风雪出，右手杀生，左手慈悲的沈静舟。没想到，萍水相逢这世上最顶尖的少年剑客，靖州有幸。有此幸事，当服一大败。只惜线下无酒，不如以茶代酒。希望叶兄不会嫌弃。沈兄弟既然听说过我，想必也知道我另一个身份。我是叶羽的儿子，北离的通缉犯。我也知道风雪剑沈静舟的真实身份，是宫中大剑卓清的亲传弟子。此乃天启城外，而我未入天启，便仍是江湖之人，所以，我只是沈静舟，你，也只是我萍水相交的朋友，叶鼎之。好。叶兄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沈兄应该仗剑江湖，何苦要回到这天启牢笼啊？师父急召，不得不回啊。原来如此，后会有期。撤！撤！撤！陛下，此案难判，还望陛下明示啊！我萧氏治国自有国律，你御史台监察百官以国律为纲，何事不可判，何人不可查？你跪在这里，让姑给你明示。姑说谁有罪谁就有罪，姑说谁无罪谁就无罪。那要律法做什么？要你御史台做什么？张承仲，我看你是老糊涂。陛下，御史台是有监察百官之责，可那侯爷手握10万强兵，任何判决都可能引起北离震动，臣不敢乱判呐。哎，张承仲，你就说你手中的卷宗，能判他谋逆吗？可说亦不可说。胡不飞，昨日是你去给他问话的吧？你说。回陛下，臣以为镇西侯没有谋逆。你看看人家，陛下，那这……我说了，按律法据实以判，无谋乱之举就是没有谋乱。对于有无谋乱之心，你去问问姑的那些儿子们，何人没有？陛下，张承仲，你也是2代重臣，国之栋梁，怎么只会一些耍赖的功夫？陛下，既然已经解决了一个难题，但是还有另一个呢。
不至于如此啊，陛下。我是说你废物，你废物。陛下说的是，陛下说的是，让皇子与一品君侯间产生嫌隙，对江山社稷长久稳定十分不利。最好能大而化小，小而化之，不宜提及亲王的名字，只说是圣人已经给了诬告之人惩罚就好。至于惩罚如何，私下里罚个2年俸便也足够了。哼，你说你不知道怎么判，可你方才不都一五一十说得明明白白了吗？该怎么判，该怎么做，既然都想好了，那就去吧。真的可以？滚滚滚！臣遵旨。臣告退。信旨，信旨。卓青，奴才在。一会儿陪姑出趟宫吧。奴才遵旨。你也不问问姑要去哪儿？这天启城当中，还有什么旁人是值得陛下亲自去看的呀？还是你懂姑啊！当初，姑让你刻意接近老二，哄他去罗列百里洛尘的罪证，可到头来，姑却直接赦免了百里洛尘的罪，让老二陷入了两难之境。你知道是为什么？奴才哪管那么多，陛下让我做，我便做了。老二这个人，做事太狠也太急，最近不安分的紧，给他点教训罢了。陛下说的是。卓青，你是不是以为姑打算立亲王为储？今日风大，我让奴才们去备件袍子。终于搞定了。叶大哥，我说干嘛这么麻烦？直接住在山上去不就行了吗？我住在这里也挺好的。唉，一个人住多孤独啊！小小年纪就懂什么是孤独了。哼，嘿嘿。叶大哥，你来客人了。吁，少主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原本奉少主之命潜伏在天启城中，打探易姑娘的消息，静待少主。但前几日有贵人出现，助我等寻到了一个机会。
希儿，儿臣在。这事儿你来办吧。儿臣遵旨，必不负父皇所托。这深夜的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这，哎呀，长老，长老，这深夜的，陛下召我进宫，所为何事啊？我也不知啊，快走吧。哎，你看我帽子正不正？正。啊。昨夜御史台七御史连夜被召入宫中，看来有大事要发生了。弟弟，你觉得这一次是冲我们来的吗？此事定与亲王觐见脱不了干系。亲王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兄弟。不好说。按理来说，亲王冲我们的可能性最大，但是我却有另一种预感。什么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西侯百里洛尘被指谋逆，即日起敕令御史台西御史联合彻查此事。钦此。王爷，王爷，何事啊？急成这样。宫里的李公公来了，还拿着圣旨。圣旨来了便来了，我堂堂景誉王接的圣旨还少吗？王爷，这圣旨虽然是送到景誉王府的，却不是下给王爷您的。李公公，景誉王殿下，琅琊王殿下，公公方才所言却是何意啊？什么叫圣旨虽然是送到我景誉王府，却不是给本王的？看来，这封圣旨是给我的。的确是给琅琊王殿下的。二位王爷向来清静，奴才前脚刚去了琅琊王府，没寻到殿下，便知您定在这景誉王府。殿下，既然见到您了，那就接旨吧。殿下，这是密旨，陛下虽着奴才前来送旨，但奴才也不知这旨意是何。殿下还是自己看吧。公公，这封圣旨可有些烫手啊。奴才虽不知这圣旨上的内容，却知陛下下书时眉头紧得很，思虑良久难。公公这番话，听得小王更是心惊了。那奴才就先告辞，不给殿下添堵了。弟弟，上面写的什么？圣旨上说，已经有600精武卫等在天启城外。等在天启城外？父皇是要做什么？他命我今日启程，去黔东，将镇西侯百里洛尘
带回天启城。瑶儿，何人来信？我的侍女传信告诉我，皇城里的那位要宣侯爷进宫觐见，罪名是谋逆。